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肖战妈妈告诉儿子，想嫁就嫁给杨紫。关注杨紫的反应，肖战惊呆了。出道多年，肖战曾多次传出绯闻，其中与李沁、杨紫的绯闻最为严重。但肖妈妈却非常喜欢杨紫，称赞她阳光开朗、上进、孝顺，是她心目中理想的儿媳妇。肖妈妈一直在为杨紫和儿子牵线搭桥，还告诉儿子：“你想嫁就这样嫁杨紫吧。”注意杨紫因为喜欢肖战而脸红的反应。杨紫还调皮地称呼肖妈妈为婆婆，肖妈妈很高兴。有网友表示，两人相处得这么好，紫美婚后也不用担心婆媳矛盾。战哥什么时候娶紫美呢？活泼有趣的杨紫谁不喜欢呢？这2年她变得越来越苗条，身材十分火辣。好奇她是怎么做到的？杨紫在采访中表示，迟早会有一杯鲜素居，在某宝上有售。难怪杨紫拥有 S 型曲线，让人羡慕不已。前段时间，杨紫和肖战公然使用同一辆车，而且司机也是同一个人。另外，剧播出后 CP 就不再交往了，余生也播完了1年，两人时不时放点糖果。私人聚会上的正面厮杀，穿情侣装拍元旦照，还被网友调侃上半身穿下半身，简直就像一辈子一样。两人在一起了吗？肖战一直关注杨紫身上的着装，注意这个细节，满满的都是爱。一举一动都会被放大。肖战固然是个绅士，但他没有理由彻夜绅士，为杨紫做专属绅士吧。2020年大眼男孩之夜，肖战和杨紫分别获得微博王和微博庆2项大奖。但在这场盛宴中，真正引起肖战讨论的却是他提到杨紫裙子的举动，让两人当晚上了热搜。本来两人生意都还不错，可当杨紫转过头来的时候，战哥下意识地想要保护她，他反应也同步，仿佛一直在关注着。看着杨紫的厚裙子，展哥做了很多小动作，因为这是他第1次整理裙子，展哥的手可谓是手忙脚乱，生意很生疏，有点在意。茫然，不知道如何下手。战哥太可爱了，跟在杨紫身后的詹哥就像个傻子一样，小步走着，十分悠闲。有句话说，最美的爱情就是你走在前面，我在后面保护你。两人现在的处境也不过如此。即使我稍后去礼堂坐下，这一段的糖果还没有结束。杨紫先入座，肖战紧随其后。一坐下，战哥就对紫美挑眉，这吓人的小表情，在这种场合秀恩爱，未免有点放肆了。紫妹吓得赶紧转过头，瞳孔放大。好家伙，我现在才意识到要避嫌，是不是太晚了？结果紫梅想早点离开，她侧身向展哥解释自己要做什么，说完立刻转身利索地离开，不给展哥反应的机会。但展哥还是想走，从心底里和她在一起。上去掀起裙子，这一手的动作停在半空中，那一定是汹涌爱情的呐喊。从不知所措的仙裙人到悠闲的装扮骑士，战哥的自导攻略完整了。麻烦哥哥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这一幕不结婚是很难结束的。当时两人合作的电视剧《余生，请多指教》还没有播出。肖战和杨紫这一次不需要推销任何 CP， 毕竟任何风波都会引来各种暗流涌动。哥哥的任何行为都是自愿的，谁也不能强迫肖大勇炒 CP。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晚紫美帝 CP 全部断线，只有余生夫妇圆满。去年还是朦胧三角恋，今年是英雄当仁不让。更有趣的是，在另一场宴会上，众人走成一排，只有战哥利用自己的大长腿，2步走到紫美身边，与杨紫并肩而立，战哥的幸福感又回来了。面对这一切，大家都义无反顾地跳进坑里，相信战哥对紫美的关心是真实的。即使在余生的现场镜头中，他也越来越不知所措。战哥去找杨紫看他在做什么，杨紫却把手机塞进了战哥的口袋里。这种关系该多好啊！手机这样的私人物品都可以交给别人保管。而且战哥特别喜欢紫美的包，在很多花絮中都可以看到战哥在玩紫美的包。肖战的女主角运气太差了，搭档都是2、3线，顶级女搭档只有杨紫一个。肖战 X 丽琴梦中的大海诛仙郎殿下。
肖战的新剧《梦中的大海》正在热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除了这部剧之外，肖战应该还和李沁3有过合作。其实我们两个还是有 CP 感的。在《狼殿下》和《诛仙》中，李沁都是女2号。这部剧中，男女主角最终都是由2个人扮演。李沁虽然不算出众，但是还是有一定基础的。一对2个，个人觉得蛮合适的。肖战 X 赵露思皇帝陛下。该剧是一部穿越古装的轻喜剧，肖战是男2号。当时赵露思也在拍摄一部廉价网剧，一切都没有发展起来，英雄的幸运与否也毫无疑问。好的，肖战 X 孟美岐诛仙。这部电影拍的时候，肖战还不算顶尖，剧本是个大 IP， 电影一上映，肖战就爆红了，所以女主角运气好不好都没有问题，只有当她很受欢迎选择，哈哈。肖战 X 毛玲玲王牌力量。肖战和毛玲玲并不是这部剧的主演，但是我觉得这2个人在剧中还是蛮合适的。很多人认识毛玲玲都是通过林依晨和冯绍峰主演的电视剧《兰陵王》中这个角色，但毛玲玲的颜值却让人印象深刻。虽然流量不多，但好在演技不错。肖战 X 杨紫余生请多指教。这部剧是我能想到的唯一一位和肖战合作过的顶级女演员。虽然这部剧是一部甜宠剧，但其实我个人认为肖战和杨紫这对 CP 的品味还不如上面提到的这部剧。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肖战 X 吴宣仪斗罗大陆。该剧是肖战成名后创作的电视剧，已经成为电视剧的最高水准。我也是一个看了主角才看电视剧的人。这部剧的收视率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毕竟爆火之后的肖战真的是非常的反剧了。肖战 X 任敏玉骨遥控器。这个节目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是却很久没有播出了。我不知道企鹅是什么意思。这部剧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因为肖战才看的，他是唯一一个反对这部剧的人。如果换男主的话，这部剧的关注度不会高。肖战 X 白百合阳光有我是一部都市题材现代剧，男主角是同龄人中表现最好的白百合。我觉得这部剧的女主角也很好，希望在播出过程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肖战 X 庄达菲神雕侠侣。这是徐克执导的武侠电影，徐克导演的作品值得期待。据说他们将展现新的郭靖，所以肖战的表现也值得期待。但说到黄蓉这个英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和我一样，庄大菲是谁？然后查了一下，发现庄达菲的作品都是廉价网剧。这部电影确实证明了肖战的女主角是不幸的，这几乎是肖战所有的影视作品了。有人说肖战最好的女主角是白百合，但我认为是李沁。你怎么认为？或者你最希望看到肖战与哪位女演员合作？欢迎评论区讨论。02女心理师开播，杨紫饰演的何敦很治愈，男2的阴郁气质让人毛骨悚然。女心理学家是柯文丽执导，杨紫、景柏然主演的电视剧。这是一个心理学家在治愈他人的过程中治愈来访者并治愈自己的故事。这是国内第一部以心理学家为主线讲述故事的电视剧。对于国内电视剧市场来说，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尝试。该剧讲述了女主角何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咨询师，在前开一广播电台帮助一些来电者解决各种心理问题的故事。同时，她不断提升自己，成长为一名更加成熟的辅导员。一路走来，钱凯怡作为何敦的好友，也一起经历了各种生活琐事和精神慰藉。于是，两人逐渐产生了情感共鸣，最终走到了一起。在整个故事的背景中，电视剧最大的亮点就是可怕的邻居叶佳慧。这个人物跨越了整部电视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整个故事的走向，并且在结局中留下了一个疑问，让人充满好奇。叶家辉表面上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但他总是给人一种阴郁的感觉。为了找到有关母亲的档案，他甚至到了安装 bug 的地步，可见其手段之不择手段。为了一份文件，他煞费苦心。为此，他甚至向钱开义借了住处附近的一套房子，成为了何敦的邻居。这个设定非常巧妙，充满了犯罪和悬疑元素，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人心理上所能承受的极限。
它挑战了观众可接受的道德和行为的界限，同时也增加了情节的紧凑性和吸引力。整个故事看似简单，其实内容很丰富。霍顿的性格有着更加成熟和自信的性格，但他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他也在治愈自己，成长为更加成熟的情感专家。钱凯怡这个角色对于赫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配角，是一个让人安心又温暖的存在。他在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霍登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心理安慰。整个故事的情感营造和表现也非常出色。赫敦和钱凯伊的感情逐渐升温，直至最终相爱。而叶家辉为了寻找自己的真相而做出的不择手段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让一些观众充满了期待和猜测。虽然该剧已经落下帷幕，但关于故事中的人物以及故事结局的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叶家辉为何如此执着地寻找这份文件？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个角色在故事中扮演什么角色？种种疑惑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悬疑之作。电视剧女心理学家的制作和演员的表演都很出色，让观众沉浸在剧情的发展中。每个角色的情感表现也让人走进故事，走进人物，感受生活中的每一种情感。故事虽然比较简单，但却充满了故事内容，给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视剧。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